当地时间16号上午，正在澳大利亚访问的国务院总理李强到阿德莱德动物园考察中澳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工作。今年旅居澳大利亚的王莽和福尼将按照双方协定，于今年返回中国。李强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延续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未来澳大利亚将迎来一对更年轻的大熊猫。这一消息让澳大利亚当地倍感振奋。外媒普遍认为，这是中澳关系持续回暖的重要风向标。16号上午，李强前往阿德莱德动物园。该动物园是澳大利亚唯一拥有大熊猫的动物园。南澳洲州督孙方安、州长马斯诺、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贸易部长法瑞尔陪同考察。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路透社等媒体注意到，就在中澳高级官员来访期间，大熊猫们完全不怯场，当着一众媒体记者以及官员们的面大吃大喝，有时还背过身玩起纸箱子。实际上，王莽和福妮不仅是澳大利亚唯一的一对大熊猫，也是南半球的唯一一对。它们于2009年11月落户澳大利亚。王莽和福妮抵达后的第1年，阿德莱德动物园游客数量增加了15万人。15年来，这对大熊猫都是当地最重要的明星。动物园方面还邀请澳大利亚著名建筑师事务所重新建造了富有亚洲风情的大熊猫馆竹林院，成为到访阿德莱德市必打卡的网红地标。王莽和福妮年纪已经将近20岁，换算成人类寿命已经是高龄。他们将在今年11月回中国养老。当地民众也十分不舍这对陪伴了他们15年的中国伙伴。当天，李强在阿德莱德动物园做出令当地民众振奋的决定：中方会尽快的、尽早的，另外提供一对同样漂亮、活泼、可爱的，年轻一点的熊猫给阿德莱德公园。我们继续开展中澳的大熊猫的合作。消息一宣布，现场立刻响起欢呼声，当地官员以及动物园管理人员纷纷用中文表示感谢。It's good for the economy, it's good for South Australian jobs, it's good for tourism, and it is a symbol of goodwill, and we thank you. 值得一提的是，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也是阿德莱德人。他表示，这一消息会让他的孩子们非常兴奋。澳大利亚南澳洲州长马斯诺也认为，中方此举具有里程碑意义。This is very exciting. It is significant for the Adelaide Zoo. The pandas are a draw card, not just for South Australians, but for people around the country. 阿德莱德动物园成立于1883年，是澳大利亚第2历史悠久的动物园。这里与大熊猫结缘，还得感谢时任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亚历山大·唐纳。唐纳的祖父曾是阿德莱德动物园的负责人，他祖父的最大愿望就是让该动物园拥有一对大熊猫。中澳在2007年签署大熊猫合作研究协议后，唐纳多次向中方极力推荐阿德莱德动物园。阿德莱德动物园也在此期间极力打造适合大熊猫居住的环境。南澳大利亚的气候与中国四川截然不同，阿德莱德专门建造了具有中式风格的熊猫馆，其中包括能满足熊猫饮食需求的竹林，可以控制温度和湿度的室内空间，还提供冰石头让它们在夏季躺着降温。此外，由于澳大利亚不允许竹子进口，阿德莱德动物园专门打造了15公顷的竹子种植园，聘请专业人士种植了大约18种不同品类的竹子，供王莽和福妮享用。动物园即将迎来新的大熊猫，也让当地倍感振奋。澳媒表示，阿德莱德动物园已着手准备与中方沟通相关事宜。Over the coming months, we will have conversations with our counterparts in China to understand what that process looks like in terms of being able to find out what are the new pandas that will come to Adelaide. 除了政治和经济之外人文交流可以说是两国关系一个晴雨表的重要体现。大熊猫的交流其实就是典型的人文交流，可以说中澳关系回暖随着大熊猫交流的提出，其实我们可以讲中澳关系已经回暖到了第3个层次。法新社指，在结束了阿德莱德动物园考察行程后，李强和黄英贤在马吉尔庄园葡萄园共进午餐。这里是著名的葡萄酒品牌奔富的酒庄所在地，这家酒庄是中国市场最知名的国际葡萄酒品牌之一。
在中方2021年对澳葡萄酒双反启动前，中国市场一度贡献了奔富母公司富益集团30%的盈利。令澳大利亚葡萄酒业相当振奋的是，今年3月底，中国终止了对他们产品的反倾销税征收。据该国贸易部长法瑞尔透露，中国采取新措施后，澳大利亚葡萄酒商向中国出口了价值8600万澳元的葡萄酒。不过，目前中国对澳大利亚龙虾的禁令还未解除。澳大利亚媒体以及业者期待，随着中澳关系逐渐向好，澳龙也将有望重回中国市场。按照澳方公布的行程安排，李强将于16号晚抵达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并于17号与澳总理阿尔巴尼斯举行第9轮中澳总理年度会晤。阿尔巴尼斯日前在该国最大报纸《澳大利亚人报》撰文，坦言两国有不同政治制度和不同的看待世界的方式，争论点是不可避免的，重要的是如何管控它们。阿尔巴尼斯指出，如今澳大利亚的农民、葡萄种植者、矿工和出口商因能够再次向中国出售棉花、铜、煤炭、原木、燕麦、甘草、大麦和葡萄酒而受益。中国无疑是澳最大的贸易伙伴，而澳大利亚的资源也在中国经济转型和增长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中澳之间这种经贸关系可能不仅仅只限于货物贸易，同时呢也会逐渐的向投资领域扩散。而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投资，未来如果运行顺利、推进顺利的话，对澳大利亚经济发展一定会提供更加强大的助推力。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报道还关注，李强在访澳前一站新西兰访问期间，宣布了对新西兰的免签政策，在澳大利亚可能也会做出类似安排。此外，中澳领导人也将就中国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等议题展开沟通。中国也是澳大利亚重要的政治对话伙伴，这一点呢，对于澳大利亚实现自身在全球和地区事务当中的各种外交主张呢，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两国之间呢，其实呢确实发生过一系列的重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呢，未来如何避免类似的现象再度出现，其实呢也是两国总理可能会谈及的内容。澳大利亚是李强总理此次大洋洲之行的第2站。结束新西兰之行后，总理包机并未直奔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而是继续西行了一段，来到南澳洲首府澳大利亚第5大城市阿德莱德。这里有澳大利亚著名的大麦、小麦以及葡萄种植园，发达的畜牧业，以及南半球仅有的来自中国的一对大熊猫。外媒非常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个趋势，那就是李强访问前夕，中国政府取消了针对澳大利亚包括煤炭、木材、大麦和葡萄酒在内的多项关税措施。澳大利亚的龙虾行业则十分期待中国总理此访能够重启澳大利亚龙虾输入中国的大门。我对此持乐观态度。商业媒体的嗅觉很灵敏，据说陪同李强总理随访的还有一支规模不小的中国商业代表团，领域涵盖能源、矿产、新能源以及渔农产业。值得注意的是，澳总理阿尔巴尼斯前不久在当地媒体发表了题为“与中国有效合作将使区域内所有人受益”的署名文章。他强调，澳中之间虽然存在分歧，但应该通过对话解决。他有一句话，我认为讲得蛮有水平的，是这么说的：衡量外交政策的实力的真正标准是有效处理分歧的能力，而非制造对抗的能力。冤家宜解不宜结。外媒普遍认为，这是澳大利亚政府向务实外交的回归。一些不太友好的外媒则换了一个解读的方向，认为这是中国的某种所谓突围之举，是针对英美澳奥库斯联盟的某种分而治之。我认为也有一定的道理。更加积极主动地塑造与我有利的周边国际环境，本来就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宗旨之一。中国对中澳关系的认知与把握一直以来都是相对持平的，反而因为澳大利亚内部的这个政局变动带来了一系列变数。某种意义上看，在处理对华关系上，一些国家正在出现所谓的钟摆效应。这似乎预示着，万一澳大利亚政局在未来某一个时刻出现了政党轮替，自由党重新执政之后，对华政策取态是不是又会出现所谓翻烧饼的大转向呢？回看这些年的菲律宾、澳大利亚以及一些欧洲国家，似乎都出现了这个苗头。
归根结底，这种钟摆效应之所以能够摆动起来，它的原动力来自于是否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的立场摇摆。若将它进一步展开，恐怕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一个现状，那就是美国是国际安全体系的主导者，中国是世界发展繁荣的主引擎。一些国家基于自身利益考量，囿于国际现实环境，在经贸交往上选择中国，在区域安全维系上靠拢美国，这就造成了这种对外政策上的精神分裂。这凸显了一种矛盾的现实，那就是安全与发展是不能割裂开来的，两头下注是难以为继的。因此，我认为中国应该向世界供给更多的安全产品，以一种区别于美国的方式，给周边国家与更遥远的国度带来安全感，也要让更多的国家意识到，与中国友好交往不仅仅意味着经济收益，也意味着在国际舞台上多了一个仗义直言、重剑无锋的强大朋友。当地时间6月15号，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对外宣布，意大利政府已经开始筹备访华事宜。他计划在未来几周内访问中国。与此同时，德国副总理、经济部长哈贝克也宣布将于下周访华。在欧盟宣布计划对华电动车加征关税以及欧洲议会选举右倾的双重背景下，不少欧洲工业大国的政要却纷纷制定访华计划，这又是为什么呢？ Sì, noi stiamo lavorando a una missione in Cina per le prossime settimane, non ci sono ancora le date precise, ma sicuramente una delle cose che vorrei fare sia 七国集团峰会是今年意大利最重要的主场外交活动，其闭幕发布会也被认为是最为高光的时刻。令现场国际记者们高度兴奋的是，他们抓到了一条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宣布将访问中国的重磅新闻。梅洛尼为何选择在这么重要的场合宣布这一消息，用意不言自明。他也在讲话中进行了平衡。他说，意大利希望与中国保持沟通。在G7，我们希望把印太地区和经济安全问题置于重要位置，同时向中国发出一个信息：我们对于对话持开放态度，但我们的企业必须能够在平等的条件下竞争。观察指出，这番讲话虽然也有西方式政治正确的考量，但与欧方宣称的去风险相比，释放出更多的合作信号。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称，7大工业国在峰会期间重点讨论了中国的经贸问题。美国总统拜登还重提了所谓产能过剩问题。法国电视24台特派记者达鲁则指出，事实上7国集团的欧洲成员想法与美方不同，他们主张避免和中国打一场经济战。值得注意的是，梅洛尼本人的态度。外界注意到，他在2022年上台后曾释放一些对华消极言论，去年还宣布意大利退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但必须指出的是，正如名称中所言，“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是一项互惠包容的开放性国际合作平台。意大利政府虽然宣布退出，但惠及两国民众及商业的项目没有终止。去年底，中方还将意大利列入首批单方面免签的6国名单。有意大利当地媒体报道称，梅洛尼此前的决定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一些外部影响。意大利驻华使馆方面也透露了更多友好信息。该国驻华大使安博斯近期透露，双方一直在谈判一项3年行动计划，将在两国领导人会晤时签署。意大利这个梅洛尼政府啊，它的对华政策的重心呢，我想应该还是这个以发展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为主。那么虽然受到了美国的压力啊，意大利退出了“一带一路”，但是与中国保持经济上的合作，反对与中国经济脱钩的这样一个立场呢，并没有改变。那么此次访华呢，展现的正是意大利新政府啊这样一种心态吧。实际上，中意之间就新能源车的合作呼声非常高。今年4月，中意两国在意大利北部城市维罗纳举行了首次双边高层经济论坛，由意大利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塔亚尼与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共同主持。塔亚尼在会谈中表示，欢迎中国电动汽车和新能源领域企业赴意大利投资，也提到希望与中国发展平衡的贸易。
外界注意到，虽然意大利拥有菲亚特、法拉利、兰博基尼、玛莎拉蒂等不少耳熟能详的汽车品牌，但在欧盟要求碳中和、大力发展电动化的大背景下，意大利正面临新的挑战。目前，意大利汽车产业的转型脚步明显滞后于其他欧洲国家。数据显示，2023年意大利的电动车销量仅占了总汽车销量的6%，远低于欧洲近15%的平均水平。The country's not ready yet, or it's not really adequate. Especially in cities, there are a number of complex issues. For example, the installation of charging boxes in apartment buildings, and therefore it's going to take a long time. Nei garage dei condomini. 意大利政府提供了新能源车置换补贴，但该国汽车产业的新能源转型却严重滞后，这样严重打击该国经济的未来发展。因此，尽快引入外资建立意大利的新能源汽车产业成为当务之急。为此，意大利政府正热情招揽中国车企前往意大利投资建厂。意大利工业部长阿道夫·乌尔索今年3月表示，正与特斯拉及3家中国汽车制造商进行谈判，目标是吸引至少1家中国车企来投资设厂，以实现该国每年生产130万辆汽车的规划目标。报道称，这3家中国车企分别是比亚迪、奇瑞和长城汽车。对于意大利政府单方面公布的消息，一向投资热情很高的中国企业却显得较为冷静，纷纷表示目前尚未了解到相关信息。观察指出，这是因为欧盟方面正在制定对中国产新能源车的提高税率的计划，且欧洲议会此前冻结了中欧投资协定等因素，中国企业对欧洲的投资环境产生了怀疑。而另一方面，对中国投资友好的匈牙利及塞尔维亚等地成为中国汽车品牌以及新能源电池厂的热门投资地。观察指出，意大利政府此前摇摆的态度也影响了中国企业的投资信心，但实际上，由于当地汽车工业底子较好，如能排除政治因素干扰，是值得投资的。一些当地企业也进行了与中国企业合作的尝试。2018年成立的意大利电动车初创品牌 XEV， 虽总部设计中心及工程研发中心位于意大利都灵，但生产线位于中国苏州，亚洲营运总部设于上海，亚太销售总部则在泰国曼谷。品牌2021年5月起在欧洲各国陆续开售。事实上，不只是意大利，欧洲主要工业国政府都在积极招揽中国车企在当地建厂。原本意大利积极争取的奇瑞，最终选择在西班牙与当地车企埃布罗公司成立合资企业。法国经济和财政部长勒梅尔表示，热烈欢迎比亚迪来法国设立工厂。成本的上升对中国车企来说呢，必然会导致这些企业要加快它的出海投资建厂的速度。那么产业链的转移，同时肯定又会带来相应的就业机会的增加。那么相比较北欧国家的这个高成本的劳动力资源呢，南欧和中东欧国家呢，在这方面就具有优势了，因为它的劳动力成本更低。那么所以呢，这些国家呢，对中国的这种进驻可以体现为他们都希望能抓住这次机会，首先呢可以享受到电动车市场变化带来的这种红利。希望与中国建立更多经济联系的国家，还有欧盟双引擎之一的德国。德国副总理兼经济和气候保护部长罗伯特·哈贝克的办公室近期表示，哈贝克将于6月19号开始对韩国和中国进行为期5天的工作访问，期间将就贸易、气候保护和能源政策等议题举行会谈。根据法新社曝光的暂定行程安排，哈贝克可能访问北京、上海和杭州3地。德新社报道称，这将是哈贝克首次访问中国。德国经济部的一名发言人表示，哈贝克此次访华将无法避免地谈到近期欧盟计划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的问题，但他也表示，哈贝克不会就这一问题进行谈判，因为这是欧盟委员会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这位来自绿党的经济部长此前一直对外展示对华强硬姿态，主张所谓去风险，还主张对德国企业在华投资加强监管等。在今年3月访美期间，哈贝克甚至明确表示，如果要在中美之间选边站，德国会选美国。今年4月，德国总理舒尔茨携豪华阵容访华时，多名部长随行，其中也不见哈贝克的踪影。但哈贝克的对华态度一直遭到该国商界的强烈反对。德国《柏林日报》经济编辑西蒙曾撰文质疑，中国毕竟是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哈贝克的做法是不是有些强硬过头了呢？
外界认为，哈贝克主动访华，显示其对华立场有所改变。在欧盟委员会宣布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后，哈贝克立即呼吁同中国进行谈判。他称，关税总是最后且最糟糕的手段。哈贝克表示，德国是一个贸易和出口导向型国家，需要开放的市场和公平的环境。如果陷入与中国的关税竞赛，相当于把婴儿跟洗澡水一起倒掉。智库机构德国莱布尼茨欧洲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去年德国共有约1.1万家制造业企业倒闭，增长高达8.7%。而今年第一季度，德国企业破产数量增幅高达26.7%。作为俄乌冲突外溢效应最大的受害国，德国经济部长如果不能挽救该国经济，将受到极大的质疑。欧盟加征这个对中国新能源车的关税呢，德国的车企也是主要受害者之一。因为呢，中国既是德国汽车出口的重要市场，那么同时更是德系汽车重要的生产基地。如果中国要采取一些回应的措施，那么对德国车企来说，它的影响就是首当其冲的。因此相比于欧盟内的其他国家，德国呢会更加积极，也会更加有动力呢，防止出现这么事态的一种恶化吧。对于此次哈贝克的转向，有分析认为，也与前不久刚刚结束的欧洲议会选举有关。此次选举中，极右翼的崛起对法国、德国等欧洲大国冲击较大，其中哈贝克所在的德国绿党也失势，这反过来推动绿党的政策更趋务实。欧盟委员会宣布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以后，最着急的呢就是德国，因为这项增税政策不仅要对德国车企在中国制造的车辆增加关税，而且呢，会影响在中国市场的获利。如果中方进行对等的关税报复，比如说对欧洲的大排量汽油车进口增加关税，或者呢在稀土、锂等关键材料出口上设限，那么对德国和欧洲汽车制造业将带来重创，会急剧的提高成本。所以呢，德国对欧盟的增税政策反对声音是最大的。包括即将访华的副总理兼经济部长哈贝克都认为增加关税是最糟糕的方式，对德国这样的以贸易和出口为导向的国家是非常的不利，会把婴儿跟洗澡水一块倒掉。这位经济部长呢，对中国是有敌意的，曾经主张与中国脱钩。4月份的时候，舒尔茨访华的时候都没带他。像他这样的人都反对向中国电动车加征关税，可见呢，欧盟的政策是很有问题的。一些欧洲学者也指出，对中国电动车增加关税不利于欧盟的绿色能源转型，既不能够保护欧洲本土的汽车产业，也不助于欧洲的消费者。增加的关税呢，会转移到消费者身上，欧洲消费者可能因为电动车提价转向购买燃油车，这样呢，增加关税反倒阻碍了欧洲车企的竞争力，突增了涨价风险，欧洲的电动车转型呢就会进一步的迟滞。不过呢，在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征税前呢，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双方呢可以进行沟通，看能不能呢回到与中方对话交流、协商解决双边关切的正确轨道上。德国副总理呢就是来中国进行对话交流的，看能否找到解决途径，不要呢就此引发中欧贸易战。但是呢，中欧贸易战能否避免，德国说了还不算，需要欧盟11个国家加入反对行列，才能够推翻欧盟委员会的决定。所以呢，还要看法国、意大利等欧洲的重要国家的态度。中方呢，也应该主动的出击，与这个欧洲其他国家交涉。虽然中国手中有牌打，比如说呢，对欧洲农产品、欧洲大排量燃油车增加关税，或者呢，在电动车及电池原材料出口上设限，但是贸易战呢，对双方都是不利的。中国驻欧盟公使已经公布了中方的意见，一呢是中欧经贸务实合作是机遇，不是风险，而是所谓中国新能源产能过剩论，完全是美欧一些政客编造的一个伪命题。所以呢，期待欧方尽快回到与中方对话交流、协商解决双方关切的正确轨道上。至于中欧能否最终回到正确轨道上，能否避免贸易战，还有待观察。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在七国集团峰会结束后的记者会上宣布，他将在几周之内访问中国。那您觉得他来中国也是谈如何避免中欧贸易战的吗？
梅洛尼来中国，估计呢有3件事要谈。一呢是修复中意关系。我们知道呀，他上台以后，意大利退出了“一带一路”倡议。意大利呢曾是7国集团中唯一加入“一带一路”的，退出以后呢，给中意关系带来了负面的影响。所以呢，他来中国大概是想修复中意关系。意大利退出“一带一路”倡议前5年，中意双边贸易额呢从500亿美元增长到了800亿美元。意大利对华出口增长了30%，今年前4个月，中意贸易额同比增长呢近1.1%，这是梅洛尼不能够忽视的。今年呢还是中意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20周年，两国呢可以借此来改善关系，务实经贸。梅洛尼的政治光谱呀，虽然是属于极右翼，但是呢他是一个务实主义者，对意识形态不是很在意，所以呢不排除他的来访会把中意关系推向更加务实的轨道上。二呢是来请中国电动车企业到意大利投资建厂。意大利近来是频频向中国车企伸出橄榄枝，邀请中国电动车制造商到意大利投资建厂，既为了维持本国汽车行业的竞争力，增加就业，也想呢通过电动化转型重整意大利汽车工业。2023年，电动车只占意大利汽车销量的6%，市场前景还是大有潜力。同时呢，还出台了补贴的政策，对燃油车转换为电动车可获得1500到13000欧元的补贴。梅洛尼来中国，可能呢要动员中国车企到意大利投资建厂，并且提出一些优惠条件。3呢是谈避免中欧贸易战，谈中国车企到意大利投资建厂，必然呢要谈欧盟对华电动车增加的关税。意大利或许呢可以发挥一些作用，减少税率，或者呢推翻欧盟的政策。2023年，也就是梅洛尼上台后的这一年，中意贸易总额呢是667.6亿欧元，同比下降了10.1%。但意大利对华出口同比增长了16.7%，对华贸易逆差呢同比下降了31.4%。那么要维护健康稳定的中意关系，就得很认真地考虑欧盟对华电动车增加关税带来的种种贸易纠纷。所以呢，不排除梅洛尼会认清大局，务实的为避免中欧贸易战而做点工作，从而呢来增加中意贸易额。16号是黄埔军校建校100周年纪念日，两岸都举办纪念活动。大陆方面广泛邀请黄埔校友、后代及两岸各界人士共同纪念黄埔精神，呼吁实现民族复兴。而在岛内，赖清德等人当天也出席了黄埔军校校庆仪式，并再次抛出台独言论。黄埔100年饱含珍贵的民族记忆，绝不该沦为赖清德之流的台独自白秀场。6月16号是黄埔军校建校100年纪念日。据台媒报道，在高雄凤山的陆军官校举行纪念活动，赖清德、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外事部门负责人吴钊燮出席。赖清德在讲话中再次延续就职演说的台独自白，以中国只称大陆，宣称最大的挑战是面对中国强势崛起，还鼓吹所谓捍卫主权。岛内媒体还注意到，赖清德说更不能够接受首战及中战的投降主义。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萧旭岑立即回应称，这显示赖清德倾向寻求战争，但岛内民众需要的是避免战争的领导人，而不是引战的领导人。深圳卫视注意到，首战及中战的说法由马英九在2020年提出。他引述当时的蔡政府发布的防务政策研究报告指出，两岸军事实力悬殊，一旦解放军开始军事行动，就在很短时间内打完，让台湾没机会等美军来支援。萧旭岑反问，赖清德批首战及中战是所谓投降主义，那么是否可以理解为赖清德批蔡英文时期研究的就是这个投降主义？实际上，由于赖清德的台独立场，黄埔军校的校友普遍反对他以及同样立场的台防卫部门负责人顾立雄参加100年校庆。一些校友、台军退役将领甚至提前表示，如果赖清德参加，他们就拒绝出席。我不会去，因为我们现在司令台上如果是赖清德的话，我凭良心讲，我举不起这个手。我想，跟我想法的人会很多。赖清德、顾立雄等。他们都不应该去，为什么？100年前成立黄埔军校，黄埔军校在哪里？在广州啊。那为什么要成立黄埔军校？因为要2次革命。为什么要2次革命？因为要北伐。
为什么要北伐？因为要统一，然后我们的任务是要统一中国，而不是要中国分裂。我们要让外国人不要再欺负我们中国人。对，我们中华民族我们要复兴。所以大家都知道这是我们的使命，我们的任务。台湾联合报评论指出，赖清德当天的讲话向台军退役将领等黄埔校友进行了某种妥协，接受陆军官校来自大陆的100年历史，但演说时仍借着断代叙述，切割台湾与大陆的历史渊源，让已经紧张的两岸关系更添变量。黄埔军校是享誉海内外华人世界的名校，两岸共同庆祝原本应是民族盛事，但有多位台退役将领透露，民进党当局曾多番阻挠原本将赴大陆参加黄埔100年纪念活动的人员。台空军退役中将傅卫姑对媒体透露，自己有帮一位朋友安排，希望能参加大陆举办的黄埔军校100年纪念活动，但是民进党当局用政治在干扰。他表示，本来有一个小团要去，有一位团员被抓去问话，而且很明确告诉他，这段时间你不要去大陆，你去了回来可能会很难看，把人家吓得不敢去。台湾中视新闻网对此鸣不平，刊文指出，不管有多少退役将领校友前去广州参加100年庆祝，都是人情之常，民进党当局不应无理阻挠。台湾孙文学校总校长张亚中接受记者采访表示，之所以民进党当局如此想方设法阻挠黄埔老将前往大陆参与纪念活动，归根究底就是台独立场作祟。但是黄埔军校承载着国家的统一与民族的复兴的重要使命，始终无法被抹去。那我相信这些黄埔老将他的心里面当然知道黄埔军校是他们精神上的一个家园，整个还是孙中山先生所创立出来的。那黄埔军校当然承载这个非常重要的使命，就是国家的统一跟民族的复兴。我想这2件事情对于黄埔老将们他们都非常清楚。本月6号，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等主办的孙中山与黄埔军校纪念黄埔军校建校10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办。研讨会活动前期还安排与会人士到广州参观黄埔军校旧址、中山纪念堂、瞻仰黄花岗72烈士墓等，内容相当丰富。此外，在广州、四川等地都纷纷展开学术研讨、主题展览等，邀请了与黄埔军校关系密切的两岸各界人士参与。孙文学校总校长张亚中也认为，大陆庆祝黄埔100年的活动丰富热烈，相比之下，对于这一重要日子，台湾方面的纪念活动远远不够。孙中山当时要创立黄埔军校的最重要目的，就是希望中国能够统一，统一以后国家民族能够强盛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两岸的黄埔大家师出同源，所以说黄埔军人们和他们后辈们大家的交流就非常非常的重要。我觉得它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象征性的意义。我觉得双方面黄埔的后人，一些相关的一些团体，大家可以多多的交流，把黄埔的精神发扬光大。我觉得这对于中华民族，对于两岸来讲，都是一件好的事情。黄埔军校建校100年之际，一些黄埔同学痛批赖清德台独主张，呼吁传承黄埔精神，实现民族复兴。郑重的宣誓，驱逐台独，复兴中华，为民族立心，为国家立命，为同胞继绝学，为子孙开太平。针对有台军退役将领在岛内黄埔100年纪念活动中呼吁驱逐台独、复兴中华，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这位退役将领的热血宣誓是字字千钧、句句铿锵，激起了两岸中国人根植心底的浓浓爱国情结，引发了两岸网民广泛关注和一致好评。台湾退役将领在黄埔100年纪念活动中的呼吁，充分体现了岛内黄埔人对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的传承坚守，对祖国统一振兴中华的执着追求。这再次表明，无论民进党如何煞费苦心的去中国化，都割裂不了两岸同胞的中国心，削弱不了两岸同胞的中国情。
更阻挡不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1924年6月16号，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广东国民政府在位于距离广州市中心约20公里的黄埔区长洲岛正式成立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统称黄埔军校。黄埔军校作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重要成果，连接着两岸精神的传承，两岸都有足够的黄埔人，黄埔精神是致力于中国统一。然而，台当局以陆军官校在台70多年的历史稀释了其早期革命性，再加上为了笼络军方以达到以武拒统的目的，对黄埔百年和黄埔精神的纪念活动早已经是三江五湖汇入海，一锅大杂烩了。黄埔军校在这100年当中，的确为两岸、为整个中华民族做出了巨大的一个贡献。那我也知道大陆有非常多的一些庆祝方面的一些活动，我觉得这是件好事情。那在台湾呢，感觉很遗憾，对于黄埔百年的热情，其实已经逐渐在消失当中，这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12号，俄军派出规模罕见的舰艇编队远赴古巴参加联合演习，震动美西方舆论。有美国媒体形容是古巴导弹危机2.0版。美军也针锋相对，高调派出核潜艇到塔纳摩湾美海军基地。北约成员国加拿大的一艘巡逻舰也进入古巴哈瓦那港，古巴也被视为美国的后花园，现在这里十分热闹。当地时间6月12号，俄罗斯海军舰艇编队抵达古巴哈瓦那港。编队入港时，俄军舰艇与古巴革命武装力量互相鸣放了21响礼炮。此次访问古巴的舰艇编队由俄海军最先进、作战能力最强的护卫舰戈尔什科夫海军元帅号、救援拖船尼古拉齐克尔号、游船科学院院士帕申号以及核潜艇喀山号组成。这是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俄海军舰队出现在加勒比海，也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海军首次派遣核潜艇访问古巴。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对俄罗斯这样的海上大国来说，这是一次常规访问。A Russian naval deployment docked in Havana on Wednesday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the start of the war in Ukraine. Analysts say it's a signal, coming 2 weeks after Washington gave the Ukrainian army the green light to hit targets within Russia with US weapons. The Russian Defense Ministry released a video of the flotilla carrying out drills while approaching Cuba.And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dispatched 3 destroyers to track the flotilla. 那么俄罗斯用这种方式也表明，就是说，如果西方支持乌克兰对俄罗斯纵深战略目标进行打击的话，那么俄罗斯也是可以完全进行各种反制的。就在俄军舰队抵达哈瓦那的同一天，俄外长拉夫罗夫在莫斯科与到访的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举行会面。两国外长分别谴责了美国对彼此的经济封锁和制裁等霸权行径。尽管古巴方面此前表示，抵港俄军舰艇均不携带核武器，但大规模的俄海军舰队到访被视为美国后花园的古巴，依然触动了美国的神经。据悉，俄核潜艇及护卫舰此次携带了最新型的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口径巡航导弹和镐玛瑙反舰导弹。作为俄军装备的首款海基高超音速巡航导弹，锆石可从护卫舰、巡洋舰和潜艇上发射，最大射程达1000公里，战斗部重量可达400公斤，最高速度超过8马赫，弹头采用成波体设计。俄媒指出，古巴哈瓦那距离美国海岸约180公里，如果使用锆石，则能在几秒之内抵达美境内目标。美媒透露，美军出动了 P-8A 反潜巡逻机展开搜索，并派出2艘阿利伯克级驱逐舰与1艘加拿大护卫舰、1架加拿大空军反潜巡逻机一起监视俄军舰队，并尝试搜索潜艇。美国新闻周刊用古巴导弹危机2.0来形容俄罗斯海军舰艇编队进入古巴港口。古巴导弹危机发生在1962年10月，持续了13天，苏联妥协撤走有关导弹，美方也解除了对古巴的严厉封锁。而事情的起因是苏联为反制美国在意大利和土耳其部署可搭载核弹头的中程弹道导弹，因此才秘密将同类核武器运至古巴。这被认为是冷战时期距离核大战爆发最接近的一次危机，让全世界都惊出了一身冷汗。事后，为了防止美军中的激进派以先斩后奏的方
方式对苏联发起核打击。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下令设计核按钮手提箱的一整套程序和机制，沿用至今。美国和俄罗斯就像他们在冷战时候的美苏两家一样，他们对这种互相玩那个猫捉老鼠游戏、互相威慑、互相反制的一个经验应该讲是很丰富的。我个人感觉也不会出现什么特别大的一个战略失控现象。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这次同样十分紧张。在俄海军舰队到访古巴的第2天，美军南方司令部就高调向位于古巴关塔那摩湾的美国海军基地派出了海伦娜号核动力快速攻击潜艇，并也称之为例行港口访问。关塔那摩湾美海军基地是美军最古老的海外设施，也是美国唯一一处设在社会主义国家境内的军事基地。最初以租用方式获得使用权，占据此地将近130年。古巴社会主义革命后，宣布这里是被美国非法占领的领土，要求归还，但遭到了拒绝。美军还于2002年在基地内增建了一处拘留营，用以关押在阿富汗、伊拉克等战争中被捕人员。这些人遭受非人道折磨的新闻屡见报端，丑闻不断，但美军宣称关塔那摩湾不属于美国境内，因此不受美国法律管辖，是一片法外之地。关于这次美军罕见主动公布核潜艇访问关塔那摩湾基地，美国动力网站战区专栏解读称，美国军方很少公布其核潜艇的具体位置，南方司令部的声明是向俄方发出回应信号。美联社认为这是美海军在向对手秀肌肉。美海军海伦娜号是一艘洛杉矶级核动力潜艇，可装备鱼雷、战斧巡航导弹和鱼叉反舰导弹，但它服役已经接近40年。它都代表了俄罗斯现在最新的一个水面舰艇技术和核潜艇攻击技术，他们的攻击力尤其是对美国东海岸的一些目标的一些潜在的威慑能力还是比较强的。那么，另外俄罗斯边队还有一艘油船和一艘打捞拖船，这表明也就是说俄罗斯也给他们准备了在远洋进行作战的一个必要的辅助能力美国这次派海伦娜号这么一艘老旧的核潜艇进入古巴，主要也是一个显示吧，并不是说真的要用这种潜艇去对抗俄罗斯的一个潜艇舰队。14号，古巴副外长卡洛斯·费尔南德斯表示，美方按照多年来一贯程序，在海伦娜号驶入古巴境内之前进行了通报，但他强调，我们并不喜欢一个敌视古巴的国家的核潜艇出现在我们的领土和水域中。外界注意到，古巴方面其实一直不欢迎美国核潜艇。去年7月，同属洛杉矶级核动力攻击潜艇的帕萨迪纳号也曾不请自来，古巴方面当时十分愤怒，称是挑衅性的升级。上周，五角大楼发言人迪茨曾表示，美国当局认为俄罗斯部署核潜艇，部分原因是古巴政府不满帕萨迪纳号去年访问关塔那摩湾。分析认为，美国虽然没有关塔那摩湾的主权，但已经事实盘踞在这里超过1个世纪。美方也时不时向古巴秀肌肉，来宣示其控制权。从战略上来说，关塔那摩湾基地是美国加勒比海战略的重要支柱，这里扼守南美洲通往北美的海上要道，也是大西洋进入加勒比海的咽喉。因此，美军绝不允许俄罗斯染指此地，而俄罗斯也正是利用这一点来提醒美国自己的战略实力。这是双方的一个外交上的一个，应该讲一直是一个双方外交的一个障碍。那么美国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个关塔那摩基地掌握在手里？因为我们讲美西战争是美国走向全球扩张的一个关键节点。美西战争以后，美国就开始把控制整个拉丁美洲作为它的一个基本国策。关塔那摩湾正好是处在这个关键基地它同时连接了大西洋和加勒比海那么这是美国要强行占领关塔那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因素。再来关注乌克兰危机。一场所谓和平峰会于16号在瑞士卢塞恩结束，但和平依旧遥遥无期。据悉，主办国瑞士发出了约160份邀请函，约90个代表团出席会议。婉拒出席的国家和机构表示，不参加的原因是主办方没有邀请俄罗斯，因此无法讨论真正的和平。当地时间15号和16号，乌克兰和平峰会在瑞士卢塞恩湖湖畔的布尔根施托克酒店会场举办，其中讨论了核安全、粮食安全以及战俘等问题。因为前4次和平会议呢，乌方呢这样的一些努力呢，没有达成他的一个预期的目标，受到了很大的挫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乌克兰方面为了吸引更多的这个国家参与这个和平峰会，特别是这个全球南方国家，所以他10点里面他选出了这3条。
拿出来这个供大家讨论。瑞士政府表示，大约90个国家代表团及57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参会。深圳卫视注意到，作为全球最重要的政府间组织，联合国缺席本次会议。另一方面，一直高调支持乌克兰的美国总统拜登也缺席，即使他刚刚参加完意大利7国集团峰会。据悉，拜登急着回国参加一场大选筹款会，这让乌克兰相当失望。有当地舆论评论认为，这显示了拜登所关注事务的优先级排序中，乌克兰远没有他宣称的那么重要。美方由副总统哈里斯出席会议，哈里斯当场宣布向乌克兰提供15亿美元的新援助，其中5亿美元用于能源方面的项目。此外，之前已经宣布的3.24亿美元也改变用途，用于乌克兰紧急能源需要。据乌方在会前通报，以去年冬季该国发电能力峰值18吉瓦时计算，现在其中的一半的发电能力已经不复存在。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表示，重建这些发电能力需要好几年，目前多地的计划停电时间延长。值得注意的是，该国最大发电设施扎波罗热核电站目前处于俄方控制下，但仍由乌国家电力公司运营，生产的电能也供给乌克兰用户。德新社报道指出，这次和平会议是瑞士在乌克兰的极力主张下，以中立国身份发出的邀请。瑞士政府表示，未邀请俄罗斯是为了未来俄乌双方都能与会做准备。但法新社不认可这种说法，指出这场会议就是美西方召集一些国家集体向俄罗斯施压。德国《时代周刊》报道引述学者观点指出，和平峰会邀请不到俄罗斯参加，只会变成乌克兰一方的公关秀，起不到止战谈和的作用。乌总统泽连斯基在会上表示，要将会议中关于和平的决定传递给俄罗斯。值得注意的是，据当地媒体报道，乌克兰民众也普遍对会议持消极态度。不少民众表示，这次和平峰会可能首先是一个象征性事件，因此他们不指望这次峰会能做出任何重大决定。值得注意的是，在会议前，乌方表示考虑下次邀请俄罗斯与会。在俄乌战场上焦灼形成一种对峙僵持、消耗战的这种状态下，在战场以外呢，如果没有邀请俄罗斯参与去进行对话协商的话，恐怕很难达成这个和平的这个目标。实际上，俄总统普京在这次和平峰会前夕也提出新的和谈条件，包括乌军撤离东部4个地区，以及书面承诺不加入北约，还要求美西方撤销对俄罗斯的约2万项制裁措施。乌克兰、美国及北约随即拒绝了俄方开出的条件，外界担忧这可能导致俄军对哈尔科夫的攻势将增强。乌方此前也提出10项和谈条件，其中包括俄军全面撤军。乌方还完成了在不满足上述前提的情况下，谁与俄罗斯谈判，谁就犯下叛国罪的立法。双方呢都希望保留现有的利益，而且随着西方对于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新一批的这个武器装备到位可能战场还会有所升级。美西方近期持续援助乌克兰，承诺的数额巨大。据不完全统计，自冲突以来，美国承诺的援乌总金额高达1700亿美元，与美方提出的5年升级核武系统的耗费相当。欧洲国家援乌总额约为1350亿欧元，但据美方统计，有关金额的超80%都流向了美国国会议员们家乡的军火商，因此有助他们的选举。有德国媒体评论认为，对欧洲而言，只有乌克兰不断取得战场上的胜利，援助才可能持续下去。